记录把玩时光，我是拖阳腿，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是两款积木人，一边是来自于奇妙积木 Keep Play 的这款无限版第4弹的这个奥特曼系列。其实奥特曼我看的并不多，而且我一直都是就是以前的，比如说那个赛文奥特曼那个时代的粉丝。新生的奥特曼呢实在是太五花八门了。然后另外一边呢是来自布鲁克小布家的这个新的这个群星版 S 素体的第1弹光之力再临啊，这名字都起得很牛逼啊！然后看到背面没想到呢这2弹的选角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度。然后我也是比较好奇，一边是奇妙积木，我一直想去买他们家的这个蜘蛛侠系列。然后呢我本身呢人是在出差，然后觉得呢反正出差的过程中下班也很晚呢，正好旁边的这个百货商场住的地方的百货商场没关门，那去拿了2盒，然后正好去对比一下这个奇妙积木的素体和这边的新生的 S 素体的这个布鲁克的奥特曼，谁家的这个素体把玩体验表现比较好。但有一说一啊，那百货超市里面买的这个入手价格肯定是偏贵的，这边没有这边也有贴纸啊。你可以看到这边一边是39.9块，然后一边是29.9块，那幸亏是有做活动打折，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跟拼多多上面的这个价格比起来，真的亏的裤衩都没有了。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拆箱吧。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命运使然，真的是非常巧啊！2款盒子拆完之后呢，竟然是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形态，那非常神奇啊！那我们先从左手边的这款玩具开始聊起。左手边是这边的捷德奥特曼的尊皇形态，可以看到呢，它是金闪闪的感觉，但是上面写的是小隐藏。那这个大隐藏是个什么水平呢？好像是用了这种电镀的工艺的效果，且它的披风是布质披风，而且特效件呢非常的炫酷，是一个螺旋升天的这种感觉看起来呢是非常屌炸天的。那其他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配率其实并不低啊，如果是端盒的话，你必然会中2者之一。反正我觉得这个配置还是不错的。当然呢，待会儿我们看完这款玩具的身形和配置之后，互相对比，大家再看选择哪一家的玩具会比较好，或者说你跟我一样，那就在路边，或者说怎么样去拼多多上，或者说其他平台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去入手一只去体验一下，大家心里各有这个判断啊，这是比较主观的。然后另外一边小布家的是这边的捷德奥特曼的这个叫豪勇形态，看起来很像我非常喜欢的泰罗奥特曼，或者说长得又有点像这个奥特之父的感觉。总的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捷德奥特曼的面相是偏凶狠的，他虽然不是像贝利亚那种一看就是坏人的那种凶狠，但是呢他的这个眼神呢，相比起一般我印象中的奥特曼来说呢，是就是比较锐利的，而且是能够透露出一丝杀气的。那这边呢附带的是一个类似于战斗光轮的这个特效件，我也不懂啊，反正是一个我是一个奥特曼的外行小白，反正它可以转，也可以做成这种切割的这个特效件，反正自己的玩具也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者的这个配置，这边29块钱或者说30块钱，这边是40块钱的零售价格。我觉得这个从配件量来说的话呢，这个布鲁克就输定了啊，就是因为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这一弹奥特曼奇妙积木出的就是它这个特效件呢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说把它当做布鲁克的玩具的配件包，我觉得完全可以去理解啊，就是这个特效呢其实做的甚至不比这个本体差。那如果说隔壁万代鹏去出这个特效件的话，大家可想而知，它可以甚至拿特效件去当扭蛋来出，对吧？那这个30块钱，如果说是真的是就是突然就想去抽一把，是跟我一样啊，就是抽风了啊，非常想去外面抽一发的话，那花30块钱，我觉得买这样一个拼装和把玩的体验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想针对就是这一套里面就想抽个隐藏款的话，很简单啊，就是这一套里面的这个隐藏款，无论是大隐藏和小隐藏，它的手感都是一样的，很重。应该是很重啊，就是很重，然后同时给人感觉就塞得非常满，摇出来没有任何那种散件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这个隐藏版，因为它的零件确实很多，而且包装塞得满满当当的。那反观布鲁克呢，我已经忘记它这个手感是什么了，反正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就是吸潮的那个干燥剂的包啊，去作为配重。那聊了这么多废话呢，我们还是赶紧来看这个玩具素体的这个表现吧。首先呢，这边奇妙积木说它是 Zero 素体，这个 Zero 素体呢，其实在关节的配置上，我其实还是蛮想收一个完全透明的版本啊，去做一个桌面把玩的一个摆件。因为可以看到，我从这个透明的这个视角来观看的话，其实这个素体的弱点主要集中在髋关节的这样一个实际表现是一个问号，然后脚踝的这个接地功能呢，其实它这个球桩插的不够深。然后呢，也没有说开槽开的比较优秀，这是两个可能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相比起布鲁可来说的话呢，它是少了蝴蝶关节，但是胸腰关节感觉上确实是很牛逼啊。我在拼装的过程中，它的插拔以及这个拉伸的这个感觉确实很厉害。也包括呢膝盖双关节啊，然后这个大角度的这个腰腹可动，以及他们引以为傲的这个张力特效件组的这样一个展示。那其实就是从配件量来说，这个奇妙积木可以说是赢麻了。我们先把这个拿下来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尊皇形态的捷达奥特曼，它这个特效件有个问题啊，它另外一片特效件是没有给出任何固定点的，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当成一个桌面摆件。那其中另外一片啊，就是特效件，它是给了2个球形装的这个插孔，它可以歪着插，还可以这么就是直接插上去。我是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奇怪的且不可理解的。你明明可以做2个洞嘛，那为什么非要把这2个洞全部集中在一个特效件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台，这个地台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很想去玩的话，稍微自洗一下，然后干扫一波就已经很能出效果了。这个地台非常的棒，而且呢，你想跟它其他宝可梦系列啊去进行联动啊，其实它家的这个6边形地台都是这个样子，可以去无限的扩展，甚至可以做成一个战斗场景的平台，没有任何问题。再来看它的这个武装，它的这个武装金刚独龙钻，我也不知道它的这个战斗仪还是什么武器，到底是个什么属性，反正像是集中了这个能量，然后螺旋升天一发给敌人带走的感觉啊。抽下来也是非常丝滑，就这么一个战斗仪。像是一把剑，当然印刷呢也只有单面，反正布鲁克家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奇妙积木的这个素体，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身形啊。首先呢，披风呢是非常的帅，但是这个披风毕竟是这种外挂零件，不在我们这一次的考量范围之内。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布鲁克放到一起，来仔细的对比一下。首先，布鲁克的这个身形呢，怎么说呢？虽说是这个豪勇形态，但是这个有一种矮矮胖胖壮壮的感觉，还是蛮可爱的。我很喜欢这个壮硕且圆润的感觉。我不知道它这一弹其他的玩具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豪勇形态是深得我心啊。但配件方面的话呢，除了这个手上的这个多余的备用零件，还有这个光轮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手型可以去替换了。那在配件量上面，简单来说就像乞丐一样啊。然后另外一侧的这个身形呢，就跟它比起来，就像是一个火柴人。这边的这个尊皇形态，怎么说呢？身上可以说是有棱有角吧，无论是尖尖的这个三角肌，还是说它非常细的这个腰身，都是充满了这个积木人的这个属性。它没有偏离自己的这个赛道，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呢，在这个奥特曼的这个选题里面，我不知道他以前的产品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布鲁克以前的产品是非常积木人的，除了头雕之外，身形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就是你只能把它当做积木人来玩。但是既然现在这个赛道呢变成了一个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那这边奇妙积木呢开始了玩了这个地台呀、高可动啊以及特效件的这种玩法。那布鲁克这边的升级其实相对于缓慢一点，直到这次它这个素体啊，那先放到一边去，它增加了这个蝴蝶关节。这个蝴蝶关节呢，其实实现起来，没有什么难度，它只是说在把原来的关节里面加上了一个类似于万代 HG 的这样一个插轴，这样插上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关节翻出来，而且呢穿帮位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只不过我这次的这个捷德奥特曼的豪勇形态，它的有些球形关节，我觉得它这个球窝不够深，然后很容易脱出的这种感觉。把玩的感觉上来说呢，有容易脱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不会说一碰就掉，整个紧实程度也还行吧。胸腰关节我们来仔细对比一下，
挺胸幅度，这边的这个布鲁可可以挺胸到这个开口笑的这个状态，最终会脱离。它其实也是类似于做了一个可以拉伸的感觉，挺胸幅度大概是这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尊皇形态奇妙积木的版本，它可以做到是一个什么程度？那首先呢，它其实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断腰的，就是中部的拉伸，再是横膈膜的这样一个拉伸。所以说，在不破坏造型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腰身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它的广告或者说它的合会上面说是可以。大角度的这个旋转哦，我觉得反正是没有夸张的宣传，没有说啊直接可以断腰的设计，两者其实差不多。但是呢，从造型的完整度来说，我觉得布鲁可家还是胜利了。那头雕的精细程度，两者采用了非常接近的这个工艺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底色。他们这个底色呢，都是用这一块白色的这个塑料去进行的打底，然后透明颜色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边做了这种蜂窝状的这个处理，我不知道还原度高不高啊，但是两者的这个通透度，我觉得算是伯仲之间。而且涂装方面的话呢，你要说谁比谁要强上非常多，其实这个东西很主观，而且我对这两个角色并不是特别了解。观察了之后呢，我觉得两者还是属于一个伯仲之间的感觉。素体的设计刚才有聊过，其实两者的可动度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边布鲁可多了蝴蝶关节，然后在身形的把控上来说，这个奇妙积木它是镇守在自己这个积木人的赛道里面。就是有点大头娃娃，然后身上呢会做的有棱有角，且像火柴人的感觉。那这边的这个布鲁可的这个积木人呢，他基本上身上看不到非常模块化的这样一个零件，当然呢，后续的这个素体可能都会长这个样子啊，只不过身上会套一些不同的零件。但是呢，它身上开始变得圆润，且这些可动关节也越来越向成品玩具靠拢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尝试方面，或者说在素体的迭代方面，布鲁可还是走在前面。但是在价格层面上，两者可以说是高下立判了。这一边的这个奇妙积木的惊人的配件量以及可玩性是吊打布鲁可的。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两者之间放在一起，身高方面还算是比较和谐。那如果说你没有经济能力，就是全部都要的话，硬要去做选择，那你就看需不需要这些特效件。那比如说这边的这个尊皇形态的这个特效件，我觉得除了这边的这个金刚独龙钻在武器上面的加成之外，剩下的地台也好，还是这边的这种冲击波类的这种劈开大地的这个特效件，看起来很帅，但是没有必要，它甚至可以卖得更便宜，对吧？那我觉得就是奇妙积木现在跟这个布鲁可在单核的这个门市价格差了25%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基础上，如果说在技术层面拉不开差距，然后你又堆了这么多料，且不一定能够把这两者的这个实力或者说这个品类完全切割开的话，奇妙积木应该做的事情，要么就是继续的把自己的这个性价比做出来，就是降低价格，稍微阉割一点点特效件，甚至你可以把地台给取消掉，对吧？但是特效件呢，可以作为一个小型化或者说更加通用化的这个特效件放在里面，节约你的成本，对吧？然后把这个价格差距再拉开。那布鲁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反正你现在定价都是这个样子嘛，像漫威系列的这个单核，你包括后面的这个 Sandman， 对吧？以及这边这个全新版的，对吧？变形金刚新素体，这些都是新素体，而且门市店的这个单盒呢都是挺贵的，40块钱，39.9嘛，40块钱一盒。我觉得这个价格呢，虽然跟泡泡玛特比起来的话呢，还是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但是在积木人的这个市场上面来说，已经属于非常尊的这样一个价格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说，如果说持续支持布鲁可的话呢，那布鲁可需要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 IP 以及持续迭代的这样一个工艺支持。那这一次的，我觉得 S 系列的第一弹的作品里面，我随便抽的这个捷德奥特曼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除了我个人觉得有点小贵，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端盒。那毕竟端盒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来一个，对吧？透明版的这样一个跟隐藏版非常接近的透明的版本，
对不对？那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的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要我硬选谁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抉择。我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布鲁可的，因为毕竟呢，摆在旁边看，然后同时兼具把玩，才是一个玩具最终的这个在我心目中最终的宿命。如果是集卡且希望柜子里面琳琅满目，然后每一只呢都可以摆出那种大招和特效的话呢，奇妙积木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个选择。但是呢，我会觉得最终这个柜子里面会显得比较凌乱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推昂特，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